人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将一团带有剧毒的牛肉扔进小区的草地里，然后若无其事地走进电梯按下5楼。可不巧的是，电梯在经过3楼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，男人赶忙躲到一旁的角落里避开外面的女人。好在反应的及时，对方并没有察觉到电梯里有人。趁着女人低头翻包的间隙，男人一个闪身躲到了电梯的另一侧，然后不停地按下关门键。外面的女人似乎发现电梯里有一道人影闪过，她刚准备上前查看，结果这时大门突然关上，躲在电梯里的男人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原来这里并不是他的家，而是他曾经租过的一间房子，所以不能让周围的邻居发现。来到客厅的阳台前，男人看着外面被牛肉毒死的猎犬，因为他每次偷偷潜入现任房主家里的时候，外面的猎犬都会一直叫个不停，所以他才会出此下策毒死他以绝后患。男人名叫马克，是一家广告公司的高级主管，可就在几个月前，公司突然以40岁高龄为由开除了他。一开始，马克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，他认为靠这些年来积攒下来的人脉，完全可以换一家公司任职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来到关系非常好的老朋友公司，想谋取个一官半职。没想到老朋友在得知后非常惊讶，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竟然会来他的公司任职，于是赶紧让助理准备入职合同。可等马克接过合同签字的时候，却发现了不对劲，上面竟然写着实习合同4个大字，并且里面还特意标注了实习期3个月内没有半点工资。马克认为肯定是助理搞错了，他可是行业里的元老级人物，怎么可能会有实习期？可助理却称没有搞错，他就是按照老板的命令执行。No va a ponerme a prueba. No, si a él le extrañó. Cuando vio tu nombre, le extrañó que vinieras. 没想到老朋友竟然把马克当成了廉价劳动力，没有了收入来源，他根本支撑不了高额的住房费用。一家3口迫不得已从豪华公寓搬进了老破小的郊区，儿子也从贵族学校转到了公立学校。看着如此脏乱差的环境，马克很不甘心，凭什么别人就能住进大别墅？越想越气的他不停地踹向驾驶室的车门来发泄内心的不满，可紧接着又蹲在地上后悔刚才的冲动之举。这辆宝马车是他最后的尊严。就在这时，马克无意间发现驾驶室的下面遗落了一把钥匙，凑近一看，原来是之前住在豪华公寓的时候配的备用钥匙。顿时一个邪恶的想法油然而生。当天晚上，他便驾驶汽车来到了公寓楼下，看着新主人一家3口其乐融融的画面，马克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恶狠狠地望着一家3口好久好久，仿佛是他们夺走了他的一切。等到第二天，马克蹲守在马路边观察着一家3口的一举一动。等他们离开公寓后，他掏出备用钥匙打开大门走了进去。关门的时候，隔壁的猎犬闻到马克的气味狂吠不止，好在他反应及时躲了进去，邻居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异常。来到屋内，马克对里面的环境再熟悉不过，他翻阅抽屉的时候无意间发现里面有一个红色圆牌，上面写着 One Day， 同样的牌子一共有5个。紧接着，马克在电脑上发现了一个名为事故的文件夹，里面竟然是女主人和女儿受伤的照片。从警方的调查报告上来看，应该是男主人酒后驾驶车辆导致一家3口发生了车祸。马克在电脑上又翻找了一圈，无意间发现男主人在备忘录上标记了今晚8点教堂见面，难道说里面有什么问题？于是他也跟了过去。果不其然，男主人8点准时来到了教堂，然后径直走进了一个小房间。就在这时，对面的女人朝着马克挥了挥手。Amparo. ¿Primera vez? Sí. 他一眼就认出马克应该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于是让他进去随便挑个位置坐下。大家围聚在一起，马克发现隔壁的女人手里拿着的是绿色圆牌，这和男主人的有些不一样。在接下来的交谈中，他这才得知，原来这是一个戒酒社团，大家每天晚上都会围聚在一起，互相讨论戒酒的心得。马克觉得这是一个接触男主人的绝佳机会，于是他主动向大家介绍了他的悲惨经历。他曾经有一个非常幸福的一家3口，可就在不久前因为酒驾不小心伤害了他们。从那以后，他便发誓要戒掉和酒相关的一切东西。马克的一番演讲成功地引起了对面男主人的注意，因为他们2人的遭遇非常相似。男人介绍到自己名为尼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想邀请马克喝杯咖啡。马克爽快地答应。2人来到咖啡厅，互相了解了一番。尼克称自己在一家物流公司担任副总裁，他的妻子是公司老板的女儿，也就是长公主。尼克明摆着是上门女婿。马克不禁感叹道，看来想搬动这块大石头没有想的那么简单，还需要从长计议。这时妻子突然打来了电话，马克为了不暴露身份，于是谎称是公司秘书打来的。临走前，他还大方地替尼克买了单。晚上回到家，妻子询问到马克为什么不接电话，马克谎称刚才谈了一笔大生意，不想被搅黄，所以才没接。如果顺利的话，他们很快就会重新搬进豪华公寓。等到第二天，马克为了防止隔壁的猎犬坏了他的好事，于是将一团带有剧毒的牛肉丢进了小区的草地里，因此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来到房间内，他将电脑里有关女儿的备忘录全部删掉，然后同步到了手机上。等到晚上，马克提前来到了学校对面的酒吧，尼克和妻子大吵了一架，他忘记了女儿放学的时间，妻
妻子认为肯定是尼克又喝酒了才会忘记他们，不管他怎么解释都挽回不了局面。等妻子带着女儿离开后，尼克看了一眼路边的酒吧，结果意外发现马克正站在对面望着自己。意识到不妙的马克赶忙躲进女厕所，关上大门。透过缝隙，他发现尼克失望的离开后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等到第二天，马克故意制造机会与尼克在附近的咖啡厅偶遇，两人又聊了一会。为了让尼克放下戒备心，他掏出手机介绍到里面是他妻子和女儿，因为两人孩子的年龄都差不多。尼克邀请马克明天去他的家里吃饭。就这样，马克终于有了正当的理由来到公寓，他还特意打扮了一番。在等待安保人员开门的间隙，马克无意间发现割草的工人从身后走过，他担心对方认出自己，于是低头做出一副挠痒痒的动作，可工人还是认出了他。Señor Muñoz, hombre Damián。听到对方喊出自己的名字，马克赶忙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，与工人打了个招呼。工人询问到他明明已经搬离了公寓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马克赶忙解释道是快递不小心填了公寓的地址，今天是来取快递的。在尼克走出电梯前，工人终于转身离开，马克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来到房间内，马克对里面的装修风格一顿夸赞。尼克永远也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是马克的住所。在吃晚餐的时候，尼克与妻子因为一件小事产生了分歧，马克觉得机会来了，他赶忙装出一副和事佬的样子，平息了这场纠纷。饭后，他还主动帮尼克的妻子收拾餐具，想通过这个方式来引起对方的注意。等到第二天，尼克带着女儿离开公寓的时候，突然被昨天的工人拦了下来。他询问到尼克对上一任租客印象怎么样。¿Qué inquilino? El de su piso. Se pasó ayer, ¿no? A buscar el correo. Creo que se equivoca. 看着尼克一脸疑惑的样子，工人似乎猜到了什么，他赶忙解释道可能是自己搞错了。与此同时，处在地下停车场的马克觉得时机已经成熟，他驾驶汽车径直朝着墙上撞了上去。事后的马克电话联系了尼克，等尼克赶到现场后，他假装喝醉，不小心将酒洒到了他的身上，这样就可以让妻子莱拉和他大吵一架。紧接着，马克称自己的手机没电了，能不能借他的手机打个电话？尼克没有多想，他掏出手机后来到外面清理身上的酒精，而此时的马克则趁机打开他的邮件，发送了一条信息给自己。这个画面将会对后面的剧情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晚上回到家，莱拉发现尼克的身上有一股很浓的酒味，于是询问到他是不是偷偷喝酒了。尼克解释称是马克酒驾出了车祸，他去帮忙的时候不小心洒上去的，他发誓一滴酒也没碰。两人大吵了一架。等到第二天，马克正准备下一步计划的时候，突然被公寓的除草工找上了门。他威胁到马克，如果不想秘密被尼克发现的话，那么就帮他偷一件小女儿的衣物。显然眼前的工人是个十足的变态，马克为了不暴露身份，于是只好答应了他的条件，偷偷潜入尼克的家。他拿到了小女儿的衣物，可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没想到莱拉突然跑了回来，原来是他的手机不小心忘在了卧室。紧接着，莱拉打开通讯录拨打了一个陌生电话。躲在墙后的马克被吓了一跳，没想到莱拉打给的竟然是自己。刚才发出的动静显然已经被对方发现，好在他对里面的地形非常熟悉。莱拉找了半天并没有发现马克，他误认为是自己产生了幻觉。到了下午，马克与莱拉见了面，他希望马克不要再纠缠尼克。自从他的出现，他们就没有一天消停的日子。可马克却谎称昨晚是尼克喝酒撞的车，他去帮了忙。莱拉一脸懵逼，到底谁在撒谎？这时，马克从手机里打开昨晚尼克给自己发送的求救邮件，里面白纸黑字明明写的是尼克酒驾让马克帮忙，证据摆在眼前。莱拉相信了马克，两人回家后又大吵了一架，而马克正站在角落里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局面正在向他预料的方向发展。离开的时候，尼克给马克拨打了电话，他并没有接听，而是直接挂断。晚上回到家，马克将一瓶淡黄色的液体注入到了防狼喷雾内，然后塞进怀里处理了证据。第二天，他将偷出来的衣物交给了除草工，可这时的男人野心变得越来越大，他又拿出隐形摄像头让马克偷偷装进小女儿的房间。马克立马拒绝，他也是有底线的，但碍于被对方抓了把柄，他只好先假装答应除草工的要求，然后晚上悄悄潜入到公寓，对除草的工具做了手脚。他知道有了这次肯定还有下次，既然如此，不如让除草工彻底消失在这个世上。到了白天，他光明正大的来到公寓约见了尼克。尼克本以为马克会做出解释，没想到他竟当着面全部都承认了。再也忍不了的尼克直接打了上去。在打斗中，外面的除草工不小心也被工具烧伤。等警务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，他已经被送上了担架。尼克也被带去了警局审讯。事后的莱拉将马克邀请到家里，希望他能写一份谅解书。马克称只要莱拉愿意，他做什么都可以。临走前，他将做了手脚的防狼喷雾交给了莱拉，以备不防之需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马克通过小道消息得知莱拉的女儿喜欢体操，于是花光积蓄买通大明星与女儿见了个面。此刻的他不像是一个外人，更像是一家三口。离开的时候，马克将照片发送给尼克，故意激怒了他。如他所料，
晚上的尼克便找到莱拉询问到白天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喝了酒的他越来越不受控制，危急时刻，莱拉掏出马克给他的防狼喷雾喷在了尼克的脸上。不一会，尼克便满脸痛苦地倒在了地上。莱拉开始慌了起来，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慌乱中，莱拉拨打了马克的电话求助，而此刻的马克早已在楼下等候多时。他让莱拉放心，后面的事交给他来处理。随后，马克来到现场，将防狼喷雾调了包。不一会，尼克从昏迷中醒了过来。他对花生过敏，而防狼喷雾里的恰好就是花生油。此刻的他想说话，但又说不出来。马克用手捂在尼克的脸上，将他硬生生的给捂死。由于莱拉的父亲是当地的大富豪，于是花钱找了个理由将尼克判为自杀。影片的最后，马克代替尼克的位置成为了物流公司的副总裁。